大家好，我是邱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前段时间我们去看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的故里，有朋友就在说能不能去看一下杨贵妃的故里。我说如果碰到机会我就去看一下。那么今天刚好呢，我就路过这里，就来看一看杨贵妃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她并不是在这里出生啊，只是说这一块生活了挺长一段时间，所以也算是她的故居。那这个地方最特别、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大概在10-20年前，有个日本影星来这里说，杨贵妃是他的祖宗，他来看一看祖宗生活过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按照正史记载，杨贵妃呢是无儿无女，她怎么又变成日本人的祖宗呢？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杨贵妃的故事。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按照顺序排列是最早的西施。春秋战国时期的，后面是东汉的王昭君，三国里面的貂蝉，以及唐朝的杨贵妃。那么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杨贵妃，因为一个呢是离我们最近，另外一点呢是关于她的影视剧非常多，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她的故事。前方就是杨贵妃的故里啊，当然现在肯定是经过修缮的。杨贵妃她的出身呢，其实不算低，他们家族呢也是门阀士族传承下来的。这就是杨贵妃故里的大门，也是有城墙的。当然，这个肯定是后面修建的。这个地方刚好是位于黄河边上面，它这里的故里呢，我们也可以称之是一个地主大院，是按照现在的说法。地方呢，也是位于古蒲州这个城市。当时呢，这一边属于河东嘛，因为是在黄河的东部，叫做河东。那么在这一边呢，也出了很多的大人物，或者是说在唐朝那些门阀士族，很多人呢也是在山西这一块，特别是在山西运城，好像有一个裴家，他们家族出了很多丞相。那么当时能够在黄河边上面建起豪宅的，就证明他们家族不简单。那么这个杨家也是如此。现在准备去里面看一看，我们就称之为是一座大院了。当然这一块也是收门票的。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的大部分建筑呢，都是后面复建的，里面呢还展览了一些杨贵妃和李隆基的故事。它整体这座大院呢，也相当于是建在一个小山坡上面，当然现在只是一部分了，它很多建筑呢也是一层一层上去的。按照现在来看，里面是有下院、中院、上院、花园、贵妃祠等等，自下而上建在一条中轴线上面。现在我们是站在城墙上面，天气好的话，可以在旁边看到黄河，非常近的，可能就1-2公里的距离。在永济这一边还有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河大铁牛，以前呢是一个渡口，连接山西、陕西。基本上算是一个必经之路吧，那个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有机会我们去看一看。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杨贵妃的故里，在这个城门楼上面还有杨贵妃的塑像，这应该是杨贵妃大概30岁左右时期的，因为杨贵妃她是没有活过40岁的，也算是英年早逝吧。在唐朝大家都知道是以富贵为美，以胖为美，那这个是不是符合你心中或者你想象中的杨贵妃形象呢？在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有关于杨贵妃的塑像，等一下我们也能够看得到。那这个塑像估计根据的就是杨贵妃当时已经进入皇宫，成为李隆基的妃子，返乡探亲的场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杨贵妃故居的一部分，以前肯定是比这个更大的。那关于杨贵妃的故里到底是在哪里，现在呢还是有多种说法的。一种是说在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四川，还有呢是在广西，因为没有确切的记载杨贵妃到底是出生在哪里。反正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肯定不是杨贵妃出生的地方。杨贵妃她的真名是叫做杨玉环，出生于公元719年，去世于公元756年，活了37岁、38岁这个样子，也算是英年早逝了，和那个王昭君差不多。他是蒲州永乐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在山西，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山西人吧，尽管是有争议。
她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宫廷音乐家、舞蹈家，中国古代4大美女之一。杨玉环出身不算低啊，她是出自关中望族弘农杨氏，这个家族呢传承了非常多，她在西汉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传承了，那到唐朝差不多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你像我们熟知的杨修，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继续来说一下杨贵妃，在公元719年农历6月初1，她是出生了，具体出生在哪里，现在呢也不知道。她家族呢，她的高祖父是隋朝的一个大官，不过呢，在唐朝初年被李世民所杀。后面他的父亲呢，担任过蜀州的官员，就是现在四川崇州那一带。所以说，杨玉环的童年应该是在四川度过的。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因父亲去世，于是呢，他就被寄养在洛阳的三叔家里。后面他叔父可能由于官职的变动或者其他的变动，就迁移到这个山西永济黄河边上这一块生活。那么这里呢，就变成了他的故居。他在这里呢，也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个杨玉环从小呢就长得非常漂亮，性格呢也比较婉顺，并且还是比较聪明，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就相当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经常听过这样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其实在封建社会，大户人家对小孩培养是非常重视的，他对女孩子同样是很注重培养，因为他结婚是讲究门当户对。你大户人家他的小孩要娶一个女子过来，后面是要成为女主人的，他肯定要有很高的文化，很高的水平，才能管理家族的内部。经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嘛，那么这个后宅的女主人基本上是掌管整个家里的，没有水平是不行的。那么他这个家族的女儿要嫁出去，也是嫁到身份对等的大户人家，那如果是没有水平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大户人家从小就对小孩特别重视培养。当然了，每个人可能培养的方向不一样。那像杨贵妃，她出身比较高，她嫁人肯定是对方地位也比较高的。你就像杨玉环最开始嫁的是李隆基的儿子，那算是一个王爷，杨玉环过去就是王妃。那后面她嫁给李隆基就更不用讲了。杨玉环如果不聪明，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没有水平，她也不可能嫁给王爷皇帝的儿子。所以说杨贵妃能够成为后面李隆基的宠妃，她还是有她的魅力，她的优点。漂亮是一部分，可能漂亮也是属于基础条件吧。那还有其他的魅力，其他的东西能够吸引到别人，吸引到皇帝以及皇帝的儿子。那现在我们就来去看一看这个故居里面的大院了。一看这些建筑都知道是现在修的。进来之后就是下院了，再往上面走就是中院和上院。听名字也知道，下院呢就是下人和佣人居住的地方。现在我们看这里面积不是很大，中间是一个院落，两边呢是厢房，比较小。那么其实如果按照杨家来讲，在当时他们家族的房屋大得多得多。这个就跟我们在山西看一些晋商大院一样，它那么多房屋，下人居住的地方面积其实挺大的。这里可能就是附件的一部分。中院呢就是杨贵妃、杨玉环和兄弟姐妹那些人居住的。上院呢肯定就是长辈以及呢供奉牌位的地方。一般大院都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说三进院落嘛，而它这里呢是有点区别。参观完了下院，我们就去中院看一看。当时杨玉环和他的那些堂哥堂姐们以及其他的亲戚可能就住在这里，很有可能他叔叔也是住在中院梦回大堂。那这个里面呢就展示了很多有关于大堂的东西，就是杨贵妃的塑像等等，还有一些卧室。走到这里就明显看到环境不一样了。在这个故居里面有一些房间还复原了当时一些场景，可能就是他们生活起居的地方。这里还有床，这个看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估计唐朝的卧室应该不是这个样子，这应该是一种乐器，因为杨玉环她年少的时候就精通音乐，很多乐器呢她都会弹。再来说一下杨玉环的故事。
在公元735年的时候，杨玉环16岁，他们准备要进入长安了，应该是他们整个家族男女都进入长安，主要是李隆基一个比较受宠的女儿要出嫁，那肯定是要大办，因为在那个时候封建社会，只要是皇帝比较宠爱的女儿或者儿子结婚的话，算是一个大盛事，那么就必须也是一定会邀请这些豪门大户去参加的。他们要把家里的年少男孩、女孩子都叫过去，一个是参加，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大家族要联姻了，相互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那么杨玉环呢，她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去了关中，也算是她命运的转折开始了。他们整个家族是通过普津渡、黄河、浮桥去的关中，因为当时算是一个必经之路嘛。参加完婚礼之后，杨玉环呢也算是留在了关中，因为后面肯定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嘛。在那个时候16岁肯定是要嫁人的。那李隆基的另外一个儿子呢，寿王李瑁也算是到了适婚的年龄，他也要选妃。在那个时候，寿王呢比较受李隆基的喜欢，那么他选妃肯定不是普通的事情。在当时请了一个所谓的风水学大师去给寿王李瑁看一看，结果呢，这个大师就告诉唐玄宗，告诉他们一家人，你的妃子呢可能就是在长安的东北角，这个女子呢现在就在长安。那李隆基包括他的儿子肯定也是很高兴了。之后的某一天，李隆基的儿子啊，他就去游玩，刚好呢就碰到了杨玉环。你像这个雕塑呢，就是展示寿王李瑁看到杨玉环的场景。那个时候杨玉环非常年轻，年方28嘛，16岁。我们看这个雕塑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年轻貌美。那寿王李瑁呢，一看到杨玉环呢，就心动了，算是一见钟情，一眼就相中，认为这个是他要娶的人。第一点呢，确实长得漂亮，他也非常喜欢；另外一点呢，就非常契合他之前那个所谓的风水学大师说你是在东北角，确实就是这样遇到的。于是呢，寿王就跟他的母亲说：“我看到一个女子了，那个人呢，应该就是我要娶的媳妇。”在这里啊，我们也得说一下，杨玉环确实是有她的魅力。你像这个寿王李瑁，第一眼看到杨玉环，就觉得这个是他所需要的一个女人，是和他一生的女人。而后面李隆基看到杨玉环，也是第一眼就认为这个女子不得了，是他非常喜欢的。寿王妃的母亲得知消息之后，他也非常高兴，于是呢就去跟李隆基说了一下，李隆基立马就是同意，说你自己决定，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女人呢，非常受到李隆基的喜欢，因为在当时她是李隆基最爱的一个女人。这个人呢，在历史上也是大名鼎鼎，她叫做武废妃。她由于受到李隆基的喜欢，还差点当了皇后，只是说受到满朝文武的反对，主要是由于她是武家人出身。据说呢，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那么当时朝廷的大臣之前受到武则天的我们说的打击，那就不可能同意她当皇后。于是呢，这个女人呢没有当上皇后，不过呢也算是贵妃，在后宫里面等同于皇后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杨玉环呢就变成了寿王妃，算是变成了李隆基的儿媳妇。按照史料记载，他们结婚之后，两个人是十分恩爱的。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公元737年，武废妃去世，等于就是杨玉环杨贵妃的婆婆去世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封土堆，就是武废妃的封土。在去世之后，李隆基呢把她安葬在西安南郊，并且呢把她追封为贞顺皇后，就是生前不是皇后，死后是以皇后的规格安葬的。在唐朝乃至中国封建史上面，有单独这么巨大封土的女子是少之又少，我们基本上都能叫得出来。不过这座墓呢，在大概20年前是被盗了，后面经过专家抢救性的发掘，里面还是出土了一些文物。被盗的文物呢，
也被追回来了。按照史料记载，这个武惠妃呢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由于她去世之后，李隆基呢就郁郁寡欢，非常伤心，每天呢感觉是无所事事。当时后宫女人是非常多，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讨得李隆基的欢心。毕竟这个武惠妃也是陪伴了李隆基几十年的时间。那当时呢，李隆基身边的人就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能够使李隆基欢心，使李隆基呢不要这样郁郁寡欢。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李隆基说，或者是向李隆基心腹中的心腹高力士说，这个杨玉环非常漂亮。那于是呢，就一直有一种说法，高力士呢为了让李隆基开心，于是呢就叫李隆基出来散散心，刚好呢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巧合，让李隆基看到了杨玉环。结果啊，真的是李隆基看到杨玉环之后，那个沉默的心就蠢蠢欲动，他就觉得一定要把杨玉环纳入到后宫当他的妃子。这个时候李隆基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她弄进宫。那直接招杨玉环进宫肯定不太好啊，毕竟这个是他的儿媳妇。于是呢，他的妹妹就出了一个主意，说可以以那个祈福的名义，令那个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并且呢是去宫中祈福。这个时候寿王李瑁和杨玉环都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这个是皇帝的命令，杨玉环呢只能进宫去当女道士。当然这个目的大家都知道，只是没人敢说出来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下，杨玉环就成了女道士了，是在皇宫里面。那李隆基呢就趁着机会，基本上天天去找这个杨玉环，一来二去呢，杨玉环也坚持不住，也没有办法。杨玉环呢只能答应了李隆基。那这个塑像就是他们卿卿我我的模样。当然这也是有个时间段的，到了公元745年，唐玄宗可能觉得对不起儿子，或者是说为了弥补这个儿子吧，于是呢就把当时一个将军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随即没多久呢，他就册立杨玉环为贵妃，这样呢就变成了杨贵妃了。由于李隆基自从废掉王皇后之后就一直没有立皇后，因此呢当时杨贵妃的地位等同于皇后，就后宫是他说了算的。从此之后，李隆基开始算是君王不早朝的情况下，就把很多事情呢就交给当时的宰相处理，并且呢杨玉环的堂哥就是杨国忠开始崭露头角，最后变成宰相。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某一次杨贵妃恃宠骄纵，得罪了李隆基，被唐玄宗遣归娘家，可能就是回到了这一块嘛。结果杨贵妃出宫之后，唐玄宗呢饮食不进，又天天想，那没办法，高力士呢只得又把杨贵妃招回来。这样的话，杨贵妃算是吃定了唐玄宗。后面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了。李隆基呢步入晚年，越来越昏庸，一直呢宠信杨贵妃、杨国忠等人，朝政呢是一塌糊涂。到了公元755年，当时的安禄山以清君侧反杨国忠为名起兵叛乱，兵锋直指长安。在这个时候其实本来还有挽回的机会，但是由于唐玄宗的胡乱指挥，最终呢导致潼关破了。安禄山呢他们进攻关中，那唐玄宗就带着杨贵妃、杨国忠还有其他人逃往四川成都。结果在途经马嵬驿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马嵬驿的兵变，就是当时那些禁军将士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是杨国忠和杨贵妃弄的，于是呢一致要求唐玄宗处死他们两个人。首先呢是那些士兵乱单砍死了杨国忠。当时唐玄宗还说杨国忠是有罪，但是贵妃无罪，应该赦免。但是当时禁军呢认为杨贵妃呢乃是祸国红颜，安史之乱呢肯定是他导致的，于是呢一定要求把杨贵妃处死，并且呢继续包围皇帝。那这个时候李隆基也没有办法，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帝位，甚至说保住自己的权位，他接受了高力士的劝言，不得已呢赐死了杨贵妃。
最终杨贵妃被赐白绫一条，缢死在佛堂的梨树下，时年38岁。这就是杨贵妃的结局，还是挺悲惨的。她去世之后呢，就埋葬在马嵬坡这一块，现在呢仍然有一个杨贵妃的墓。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墓呢不是杨贵妃的真墓，有可能是衣冠冢，因为毕竟在那个时候属于兵荒马乱。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返回长安的时候，曾派人寻找杨贵妃的遗体，但是没有寻找到。到了这里，大家发现没有，中国古代4大美女好像下场都不怎么样。最早的属于西施，她当时是越国人，后面被培养成间谍，送给了吴王夫差。吴王夫差呢对西施是非常喜欢、非常宠爱的。后面越国把吴国灭了，西施呢可能在中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一种说法是吴王夫差自杀之后，西施也跟着自杀了，主要是他觉得夫差对他这么好，他对不起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西施在吴国灭了之后和范蠡一起隐居，我估计不太可能，反正估计西施的下场不是很好。那第二位呢就是王昭君，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去了草原嫁给了3个男人，后面也是英年早逝。第三位呢就是貂蝉，大家都知道看过《三国演义》，吕布去世之后，貂蝉基本也算是下线了。一种说法是自杀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可能下场也不是很好。那最后呢一位就是杨贵妃，这个下场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他们4个人的命运都是比较惨的。那么其实他们能够称之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漂亮是一方面，那其实呢真正属于他们背后所承载的东西，它是跟国家当时的命运相关。就是说他们所处的那个节点是属于国家转变的一个时候，甚至可以说他们推动了一些历史进程的过程。毕竟比他们可能漂亮的女子肯定是有，但是没有他们代表性高，从而这样才称之为中国古代4大美女。杨贵妃的命运在这里呢就差不多结束了，这是历史上资料记载的。但是有一种说法呢，杨贵妃当时并没有自杀，主要是唐玄宗李隆基不舍得，于是呢他就让高力士找了一个人代替杨贵妃去死，并且呢把杨贵妃送走，就是说送到日本，东渡日本去了。所以杨贵妃最后是在日本成家，生下了小孩，算是有了后代，并且呢在那边去世。日本现在呢还有一个所谓的杨贵妃墓。杨贵妃的故事呢在日本民间也是广为流传。现在杨贵妃在日本人心目中好像是女神的形象了。后面日本有个影星说杨贵妃是他的祖宗，他是杨贵妃的后代，并且他还来过这个杨贵妃故里，看看杨贵妃生活的地方。这个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大家相不相信呢？反正我觉得不太可能，这只是一种传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从陕西这边要去日本，那基本上是要过中原，距离非常远。那当时呢中原这一块很多地方都是被安禄山那一边占领了，他可能过不去，并且呢按当时那个技术来讲，他们要去日本也是很难的，所以说不太相信。我估计这是一个传说而已。那么大家相不相信呢？关于杨贵妃我们再说一点，当时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是杨贵妃导致这样的，是她导致李隆基不上朝，不处理国家政事，开始昏庸的。那其实原因肯定不能算在杨玉环的身上，她只是一个女人，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矛盾比较深，还是李隆基他到了晚年开始昏庸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很多这样的例子，前半生这个皇帝很有作为，到了晚年就开始昏庸。那到这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就以白居易的《长恨歌》来结束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的一生其实也是比较坎坷的，最后以悲剧结尾。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